刚刚呢从美国旅游回来啊，在那边待了将近1个多月，有些话呢不知道该不该讲，但是呢憋着又不好受啊，跟我们想象中呢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我今天呢就说一点肺腑之言，真的是不吹也不黑，说一下我的心里话吧。可能呢很多人都会喷我，但是我不怕。大家都知道啊，美国是世界的第一强国嘛，包括经济，无论是技术各个方面呢，在世界上都是一个霸主，也特别喜欢在世界各地到处指指点点啊，然后觉得呢自己什么都是全球第一的一个位置，包括什么科技了，什么苹果了，什么谷歌了，这些著名的一个企业，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全部都是美国那边的。当然了，咱们中国这边，包括其他国家啊，也都非常喜欢，包括墨西哥那边。特别喜欢的移民能够移民到美国，然后做一个美国梦，有一个美国的什么绿卡，感觉呢这一生呢都飞黄腾达了。但是呢，我真正在美国那边旅游了1个月之后呢，我就感觉到美国呢真的没有想象那么好，真的就像一个大农村一样啊。这一点呢，从他们盖的房子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真的是城市的一个基础建设，我感觉连咱们3、4线城市都赶不上啊！除了就像那种洛杉矶、那种纽约有几栋高楼大厦、有几栋标志性建筑以外呢，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那种平房了，或者是那种非常低矮的一个房子啊，就是可能比咱们那种北上广深那种1线城市，包括武汉这边比都比不上，就跟咱们3、4线城市有可能那种好一点的县城比，有可能就是那样啊。估计他们就是年代久了嘛，50、60年代就是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他们的街景，包括他们的道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而到现在已经发展了50、60年，中国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的城市建设，包括我们的道路、柏油路什么的都修得特别的敞亮，然后特别的舒心。但是美国那边呢，基本上跟60年代还是一个水平了，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马路上面破破烂烂的，也没有人修，也没有人补。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美国是经济发展是特别好的，但是在美国那边生活的成本真的是太贵了啊！真的就是他们的物价真的是贵的离谱，就他们那边的蔬菜呢，基本上卖的比那种肉。牛肉了什么的都还要贵，荤菜还要贵啊！像坐那个公交车出行什么的，基本上都好几美元才能坐一次。但是你像在咱们国内，在武汉这边坐个公交车1.8块就能坐一次，而且呢，第2次坐都是免费的。咱们这种公共的福利，我感觉比美国那边还是要好很多的。然后去那个西餐厅，无论是中西餐厅去吃饭，那个价格呢，明显是要贵出来好多的，而且基本上你干个什么吃个饭，让别人随便服务一下，都是要给小费的啊！不给小费，别人就要甚至要骂你，要歧视你什么的。基本上你随便出去吃个饭，没有个1、2百美金根本就解决不下来啊！我感觉真的是这个花费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关键他们也没有提供什么服务呀，就是那个人工成本真的是贵的离谱啊！而且呢，在美国那边呢，真的是贫富差距2极分化是特别严重的，就是穷的人呢真的是穷的叮当响，富的人呢那是富的流油啊，天天就是开那种游艇，然后坐那种豪车。你像没钱的，每天只能在街头流浪啊，流浪讨饭，然后住那种贫民窟什么的。你像美国人普通人的一个薪水呢，大概1个月也就是3000多美金左右，换算成人民币呢，也就是2万块钱左右啊。看上去呢，觉得挺好的，但是架不住美国这个物价高呀。就咱们说那个物价，你一天呢花费都是不少的，所以说呢，基本上1个月到头呢也存不上什么钱啊。都说美国发达，然后美国人有钱，其实呢，美国人的负债率呢是在全球应该是最高的，他们总说中国的一个负债率高，其实呢美国不知道比咱们高多少啊。你像他们那边很多的人基本上连个500美金都拿不出来，很多人甚至连50美金都拿不出来啊，个个呢都是提前消费、超前消费，然后呢甚至那种万事达那种原来那种信用卡不都是从美国那边流行过来吗？哪像咱们中国这边就是家家户户基本上每个家庭存款拿个20、30万存款出来，一点都不费劲啊，就是急用或者是应急用。但是他们那边呢完全没有这种概念，完全就是手头上没有什么现金，没有什么钱啊。另外一点就是很多人吹捧的美国的医疗看病然后特别的方便，还有什么他们全民医疗嘛。但是呢，我真切在美国那边感受一下，我感觉他们看病是非常难的。他们那边的医院并没有咱们那么多，就是那种公立医院，基本上都是那种私立医院啊，私立医院收费特别贵。公立医院呢，你就随便有个牙疼，我有个牙疼想去看，你预约呢，基本上都预约到1个月之后呢。我就在想呢，与其说我看个病1个月之后再去看，那我这个牙疼基本上就好了，还用你看吗？肯定就不用看病了呀。没了，你们都说美国是全民医疗嘛？全民医疗的一个代价就是给你拖时间嘛，就是特别的费劲。但是呢，你又去那种私立诊所，基本上随便看个份，基本上随便问个诊就是几百美金啊，那时候花费不是一般人能够承担得起的。在美国那边也基本上待了1个多月，我基本上晚上是不敢出门了，晚上只能待在那个酒店里面。为什么
就是晚上不出门了，不像咱们中国这边晚上出去吃宵夜约朋友，然后该怎么嗨去夜店里面嗨。他们那边呢，就是晚上基本上都是那种黑人流浪汉的一个天下，基本上走在街头里面，动不动就会有那种枪响啊，我就感觉到心惊胆战的，就不敢出门嘛，就只能待在屋里面，我就生怕发生什么意外的一个事故啊。特别是你像咱们并不是本地人，并不是当地人，晚上最好是不要出门的。这一点呢，给想去美国的旅游的一个朋友还是要提个醒的啊！不知道大家呢对于美国这个国家都是怎么看的？大家如果说有时间有机会的话，愿意去美国旅游或者是去美国留学、美国工作吗？反正呢，对于我来说呢，我这次旅行之后呢，我反正是以后就是尽量不会再去了啊。一个呢，我就感觉是那种文化的一个原因啊，毕竟呢，我感觉还是接受不了那边的一个文化的。另外一个就是安全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很多人都一直在网上说什么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嘛，其实真正去外国走了一圈，无论去欧洲还是去这种美国这种发达国家走了一圈，还是感觉呀咱们大中国好，还是在咱们大中国呀生活最安逸、最幸福、最舒服啊。